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墨三国经济的强势增长，墨西哥制造将首先会在整个美洲地区逐渐取代 Made in China。紧挨着墨西哥的伯利兹呢？敏锐的你是不是已经嗅到了商机？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感谢各位老铁们对于 Belize 离岸公司大解析视频的厚爱，在我们会员社群和该视频的留言评论区收到了大家大量的提问，要怎么样才能实现在 Belize 合法居住1年，从而申请该国的永久居民呢？我们今天就直接来个视频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别看它便宜，比起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一点都不逊色的 Belize。加勒比海皇冠上的明珠伯利兹贝里斯究竟拥有怎么样的神奇魅力？对于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拿永居和公民身份以及居留签证究竟价值在哪儿？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1. 自然人文。在 Belize 离岸公司大解析的视频里面，我们有提到，美国、加拿大人纷纷把伯利兹当作海外退休首选目的地。这自然是它从自然到人文环境的鹤立鸡群。如果你在飞机上俯瞰大海，突然，咦，海里怎么有这么一个超级大的蓝色圆圈？这就是加勒比海的大眼睛吗？还是加勒比海的大耳洞？其实这是远古时期形成的石灰岩洞穴，后来被海水淹没。想象一下，这个洞穴可能是侏罗纪时期恐龙们的网红打卡地呢。而如今，这是世界潜水探险爱好者的圣地——超级大蓝洞。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是伯利兹旅游的王牌名片。除了大蓝洞，伯利兹堡礁也是世界第2大堡礁，长达300公里的珊瑚礁，五彩斑斓的鱼和珊瑚，仿佛让你置身于一个海洋仙境。这里简直就是《海底总动员》的现实版。作为玛雅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这里不光玛雅遗址数不过来，如果你喜欢洞穴探险，玛雅人地下洞穴 ATM 洞穴，这里充满了玛雅遗迹、古代遗物和骸骨，让你仿佛穿越时光，回到神秘的玛雅时代。温馨提示一下，胆小者慎入。说到玛雅文明，不得不说，伯利兹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国家。和邻国墨西哥以及危地马拉这2个国家都有较大的区别。这个国家虽然只有40万人，但人口由玛雅人、梅斯蒂索人、克里奥尔人、加里富纳人、印度人和华人等多种族构成。听到这里，大家一定会好奇，这些种族里除了印度人和华人我比较熟，其他好像确实都没听过呢。别着急，听我一一道来。刚刚提到的这几大民族对于伯利兹国家人文环境的形成可有着关键的作用。1. 梅斯蒂索人，这可以说得上是伯利兹的第1大民族。这个种族在伯利兹的总人数超过了全国人口的50%。他们主要是拉美地区第1殖民帝国西班牙人和美洲原住民，包括玛雅人混血形成的民族。梅斯蒂索人和墨西哥目前的主体民族很接近，他们主要说西班牙语。如果你想感受他们的文化，尤其可以去伯利兹北部一探究竟。2. 克里奥尔人，他们则是欧洲殖民者和西非黑人的后裔。克里奥尔人可谓是遍布于加勒比各岛、伯利兹，甚至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等地。而在伯利兹，克里奥尔人又是当地的第2大民族，大约占到了全国人口的25%。他们的母语克里奥尔语则是以英语为基础，混合了法语、西班牙语和西非语言的混合语种，类似于英语的加勒比方言。这就像极了广东话和中文普通话的关系。怎么样，伯利兹是不是够多元？3. 玛雅人。约占伯利兹总人口的10%，他们就是那个预测2012年世界末日失败的民族。古玛雅人的文明所到之处，一座又一座的建立活人献祭的金字塔，一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最神秘的组成部分。4. 加里夫纳人，这是来自加勒比海岛的原住民和非洲移民的混血民族。加里夫纳人的民族文化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当然，伯利兹还有一部分的印度人、欧洲白人和华人。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华人在伯利兹的人数占比不断攀升，总人数已经超过1万，在该国人口中占比约为2.5%。这可比美国的华人人口比例还高呢。另外，伯利兹这个国家的开放包容还体现在该国外来移民占到了全国人口的14%。这个移民比例真是要跟加拿大一较高下了。接下
大家就看明白了伯利兹民族多元的特点了吧？尽管该国英语为全国通用语和官方语言，但英语为母语的人口仅占5.6%。大家在家各讲各的母语，出门在外统一讲英文，这风情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华人都非常熟悉的亚洲金融中心新加坡？哇劳欸 ！Oh my god！ 哇哦！ 2. 国际教育。要知道 Belize 是中美洲唯一的英语系国家，也是整个中南美洲识字率最高的国家。的确，这使 Belize 的附加价值大大提升。从台湾移民贝里斯的张琪把宝贝儿子送到贝里斯念书，就曾经这样总结到：小孩在贝里斯念书以后，只要有学校的英文成绩，就可以直接申请美国、加拿大的大学，而不用另外考托福，就省去了一道难过的关。在基础教育方面，贝里斯完美承袭了英国的教育体制，境内有3所著名的天主教私立学校：圣凯撒琳小学、圣凯撒琳女子中学以及圣约翰大学附属男子中学。当地顶级私立学校的学费仅只要1000到2000伯利兹元一学年，这个英文环境和性价比是不是值得你的考虑呢？而且以上这几所名校在全球都有分校，教学水平声誉很高，当然也是移民子女的第一选择。在高等教育方面，位于该国首都的贝里斯大学是该国唯一的公立大学，为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提供近乎不要钱的学士和副学士学位。这是该大学2020年对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副学士学位学生2学年费用的统计总表。2年大学课程读下来，总计5298贝里斯元，折合2649美元。在全球教育支出逐渐冲破云霄的今天，这是不是堪称全民教育的典范？当然，在贝里斯完成中学教育的国际生，更多还是会借助该国英联邦教育体系的优势，申请英美的高等学府。在我看来，贝里斯很像马来西亚在亚洲的定位，贝里斯为英美高等教育在美洲的黄金跳板。3. 物价生活。如果要用2个字来总结伯利兹的生活，那就是惬意。这里有世界一流的加勒比美丽海滩、热带雨林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所以不论你是城市控还是户外爱好者，亦或是喜爱原始自然的环保主义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小归宿。港口城市伯利兹城是全国最大城市，而最受外国侨民欢迎的是好几个加勒比海上的小岛，龙岩香岛、普伦森西亚以及北部临近墨西哥的边境小城 Carrizo。 在 Belize， 普通的一居室公寓月租大概在500到800美元之间，如果你追求极致的价格，当然也可以找到200美元左右的房子。如果是在顶级海滩或者旅游热门地段，价格可能会高达1000美元以上。购房的话，价格因地段而异，市区和海滨地段的房价比较高，而内陆地区就是非常便宜，甚至低于中南美洲的平均价位。美国 NBA 著名球星雷吉布鲁克在2023年就专门跑到伯利兹买下了一整座私人岛屿，并且修建了堪比皇宫的豪宅。名人们通常都是时代的风向标，你觉得呢？伯利兹不是个产油国，石油近乎100%进口，但是这里的油价仍然只需要每升1块多美元。除此之外，其他生活成本可以算的是相当亲民，特别是对比美国和加拿大，不然怎么会吸引到那么多美国和加拿大人来这里度假和退休呢？这里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根本不用担心听不懂玛雅方言或者西班牙语，而且常住的华人已经过万，并且华人几乎垄断了该国的超市和便利店，你还怕你的华语没有用武之地吗？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加墨3国经济的强势增长，墨西哥制造将首先会在整个美洲地区逐渐取代 Made in China。紧挨着墨西哥的伯利兹呢，敏锐的你是不是已经嗅到了商机？没错，当地政府也想借着这股东风，大力的吸引外来资金，加快自己的发展。所以不光有全球门槛最亲民的移民旅居政策，更是推出了伯利兹版的第二家园。那么我们就详细来看看伯利兹移民旅居的相关政策吧。在 Belize 离岸公司大解析的视频里，我们有提到，如果你想申请这里的永居，1. 只要你在伯利兹合法居住至少1年；2. 这1年内累计出境不超过14天；3. 向移民局提交持续稳定经济收入的证明，这里甚至不要求具体数额；4. 无犯罪证明。这里的具体要求是未被任何主权国家的法院判处12个月以上监禁的刑事罪行。看到这里，你肯定想知道，在伯利兹居住至少1年需要什么样的签证呢？这里我们全球团队经过精心的研究，目前整理出了最适合屏幕前观众朋友们的3种方式：1. QRP
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伯利兹版的第二家园。申请该 QRP 签证或者居留卡，只需要您满足以下3大条件：一、主申请人年满40周岁，配偶和18岁以下子女均可作为附属申请人；二、离岸被动收入达到每月2000美元或者每年2.4万美元。这里所谓的离岸被动收入包括养老金、年金、社会福利保障、投资账户收益、遗产、反向抵押贷款、个人储蓄、退休供款计划以及其他的退休收入方式。三、每年在伯利兹连续停留至少30天。除此之外，就和任何国家申请长期居留签证一样的材料了，比如说有效期内的护照、体检证明、存款证明、无犯罪证明等等。这移民旅居的门槛是不是比当下超火的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还强不止一点点呢？伯利兹 QRP 的魅力难道就只有门槛亲民吗？其实还远不止于此。QRP 优势一：伯利兹以外的全球收入免税。伯利兹和大多数的加勒比国家类似，是严格执行税务属地原则的国家，也就意味着您长期居住在伯利兹，成为了该国的税务居民，但该国以外的所有收入完全免税。QRP 优势二：个人物品免税进口。这里可以免税进口的物品包括你的汽车、私人游艇、私人飞机以及你的个人家具等等。QRP 优势三：有权在伯利兹购买永久地契的土地。由于伯利兹地多人少，目前该国即便是和整个中南美洲比，地价也处于非常低的水平。QRP 优势四：能够在伯利兹从事商业活动。二、工作签证 Work Permit。不论你是作为外国人自创公司，还是受雇于伯利兹本地公司，都可以非常简便的申请工作签证 Work Permit。受雇方面，除了持有大学学位可以担任经理、董事、技术监管、房地产经纪人以外，其余都是一些普通的技术、农业和厨师等的相关岗位。当然，如果你是海外公司的销售代表、媒体工作从业者或者从事咨询行业，也都可以申请工签。自主投资和自雇方面就更加广泛了，包括个体经营、投资人、农场主或者文化传播，比如导演、演员、传教士、教师等等。通常工作签证 Work Permit 至少可以签发1年有效的签证或者工卡。三、投资居留 Temporary Residence。投资居留就更加简单粗暴了，您只需要在伯利兹境内完成投资金额不少于25万美元或者50万伯利兹元。投资类型通常包括房地产所有权和公司所有权。以这2项之一的所有权证明，随即就可以到伯利兹移民局申请为期1年的临时居留卡。这里大家可能好奇，为什么伯利兹所有的签证有效期都只有1年呢？要知道，伯利兹法定永久居留政策也只需要1年的居住就够了，所以它没有必要给你签发超过1年的长期签证，对不对？如果你实在对永居不感兴趣，或者1年内离境伯利兹超过了14天，那么也可以一直续签。目前官方对于续签的说法都是比较开放的，并没有提出任何对续签的限制。通过以上方式获得的 Belize 永久居民身份，其实还有一点无与伦比的优势，那就是 Belize 永居没有任何最低居住时限，也就是移民间的要求。Belize 永久居民卡到手，想去哪说走就走。此外，如果你考虑 Belize 这本加勒比护照的话，只需要持有永居卡5年，且每年单次离境时间不超过30天，或者全年离境时间不超过3个月，就能达标升级为伯利兹公民。这对比同为加勒比国家的投资移民五虎，最低入籍门槛已经涨至20万美元。这样看，伯利兹永居5年后拿护照还是非常有优势的。综合来看，在当今世界形势和地缘政治的背景下，我们认为伯利兹身份潜力指数可以达到了准4星。不仅拿身份相当容易，还背靠美加墨靠山英联邦，以整个西方社会作为后盾。如果你有拓展生意的需求，毫无疑问，伯利兹也许是值得你认真考虑的公司注册地。在世界局势越发紧张的今天，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会激烈到什么程度，暂且不说。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在这个时代多备一层身份呢？应该怎么样发挥身份的价值呢？要不要给自己的生意多加上一层国际保险呢？如果您对这些问题也感兴趣，欢迎在评论区或者会员社群与大家一起讨论。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生活方式和资产管理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